什么有些人天生不怕辣？这个问题也许你曾经思考过，特别是在你和朋友挑战极辣食物，痛得流泪时，那位淡定的不怕辣朋友却丝毫不为所动。到底为什么有些人能毫无畏惧地享受辣味，而有些人却一碰就辣得受？首先，我们得从辣的本质说起。其实，辣味并不是一种味觉。没错，你没听错，辣不是味道，而是一种痛感。这种感觉来自一种叫做辣椒素的化学物质。当辣椒素接触到我们的舌头时，会刺激我们的痛觉受体。这些受体原本的任务是让我们对热或痛做出反应。辣椒素就像欺骗了受体，让大脑误以为口腔在燃烧。这就是为什么吃辣会让人感到一股辣痛，甚至引起流汗、泪流的原因。这种痛感来得迅猛且强烈，但有趣的是，人体的神经系统会慢慢适应这种刺激。这也就是为什么经常吃辣的人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对辣的耐受力逐渐增强。然而，这种适应的速度和程度却因人而异，背后的原因之一来自我们的基因。科学研究发现，辣味感知与一种叫做 TRPV1 的受体基因有关。TRPV1 基因主要负责制造一种特殊的蛋白质，这种蛋白质在感知温度和痛觉上扮演了关键角色。简单来说， TRPV1 基因的某些变异可以影响我们对辣的敏感度。拥有某种 TRPV1 基因变异的人，他们的痛觉神经对辣椒素的反应较低，因而更能耐受辣味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似乎天生不怕辣，甚至能享受极度辣味的原因之一。除此之外，地理和文化因素也在这个过程中起着影响。例如在亚洲和中南美洲，一些地区的饮食文化中充满了辣味食物。长期接触辣味不仅可能影响这些地区人们的饮食偏好，还有可能透过选择性基因适应影响当地人群的辣味耐受度。有趣的是，辣味除了让我们产生痛感，也会刺激我们的大脑释放一种叫内啡肽的化学物质。内啡肽是一种类似于快乐激素的物质，会让我们产生愉悦感。这种愉悦感和挑战极限的快感往往让人上瘾，这也是为什么有人热爱辣味，不怕流泪也要一再挑战。所以喜欢吃辣的人，不仅仅是因为能抗辣，还是因为这种辣所带来的快感让他们欲罢不能。对这些人来说，辣的刺激不是痛苦，而是一种享受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会追求越来越辣的食物，甚至参加一些挑战极限的辣味比赛。那么，是否所有人都可以后天培养耐辣能力呢？答案是可以，但有限度。正如我们刚提到的，基因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。若一个人的 TRPV1 基因没有特定变异，他们的痛觉神经无法有效屏蔽辣椒素带来的刺激。这类人即使经常吃辣，也会比其他人更敏感，甚至无法承受高辣度。世界上不同的辣椒品种，其辣度差异很大，主要是因为每种辣椒的辣椒素含量不同。譬如最著名的卡罗莱纳死神辣椒，辣度指数可达到160万史高维尔单位。这种极致辣味对一般人而言几乎是酷刑，但对于某些天生不怕辣的人来说，这可能仅仅是他们的日常调味之一。事实上，近年来流行的辣椒挑战正是利用了这种基因差异。有些人参与挑战时表现自如，仿佛毫无痛苦，而其他人则被辣得鼻涕眼泪直流。这类挑战在全球流行开来，不仅展示了个体间的耐辣差异，还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基因和饮食耐受度之间的关联。那么，不怕辣是否意味着能承受更高的辛辣度呢？事实上，对于一些极端辣度的食物，即使是天生抗辣的个体，仍然会感受到身体的不适反应，因为人体有一个自然的防护机制来避免过量的辣椒素伤害，例如流汗、流鼻涕，甚至腹泻等症状，这都是身体在自我保护。事实上，辣味食物虽然有痛觉刺激，但适量食用辣椒对健康其实有好处，比如加速新陈代谢，促进血液循环，甚至有抗菌和防癌的效果。不过，过量摄入仍可能对胃肠道造成负担，甚至引发胃溃疡或其他不适。因此，无论多么爱吃辣，都要适量而止。所以，总结来说，
对辣味的耐受度涉及基因、环境和个人饮食习惯的多重因素。有些人天生不怕辣，是因为基因让他们的痛觉反应更迟钝，且大脑更容易因为辣味释放愉悦的内啡肽。而对其他人来说，辣味可能就成了一种刺激，甚至是折磨。所以，下次你看到朋友吃辣毫无反应，不妨想想，他们可能真的拥有一种超能力。而如果你无法忍受辣味，或许这只是基因的选择，无需勉强，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味道，才是享受美食的真谛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有趣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记得点赞留言告诉我们你还想了解哪些话题。我们下次见啦！